禁止离开我，也禁止对我小心翼翼。琥珀茶是一种高山茶，品质纯净，因此无需洗茶便可以直接冲泡。第一泡的琥珀茶十分清甜，我想你会喜欢。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刚刚研发的茶种，应该还没有对外出售。外在的价值还是其次，这茶真正的名贵之处，在于琥珀这两个字。这确实是其中一层原因，不过，其实琥珀这个词，是各取了我朋友和他爱人名字中的一个字组合成的。我的那位朋友出身于茶道世家，性格古板严谨，一向与意外无缘。但没想到，有一天，他却遇到了一见钟情的意外。而在这次意外之后，琥珀茶诞生了。没错，和我们是一样的。可以这么理解，不过在我看来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。正是因为他的爱人，我的朋友才接触到了琥珀茶的原材料，并最终完成了制茶的梦想。而反过来说，或许也是因为他们的一见钟情，才让琥珀茶有了诞生的契机。对了，这些琥珀茶送给你。是啊，但他把茶送给我，其实是带着一丝祝福的意味。他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，拥有自己的幸福。所以，你说，这些茶是不是应该送给你？嗯。
早上好，昨晚睡得怎么样？我昨天有点失眠，索性放弃了入睡。没什么，只是一点小事而已。你是在担心我吗？既然这样的话，机会难得，你要不要现在就来我家？亲眼看到我的话，或许你的担心就能够消散一些了。而且，我想你了，我想现在就见到你。好，我在书房等你。你来了。怎么了？怎么这么看着我？我没事，只是有些失眠过后的疲倦而已，都是正常的现象。很遗憾，并没有。我尝试了很多的办法，甚至试图靠工作来让自己感到疲惫，但无一例外，他们都失败了。其实，在昨晚入睡之前，我看了一本书。或许是受到书中一些情绪的影响，我才会难以入眠。是一本日记体的自传，叫《路易波士之旅》。你看到它了？也没有什么，只是一些作者自身的经历而已。在这本书里，作者利用路易波士茶研发了新的茶种。他描述这段经历的用词和情绪调动都很出色，所以我忍不住就有些看入迷了。只是没想到，过分入迷的后果竟然是这样。我可以理解成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要帮我治疗失眠吗？
当然，我没有拒绝的理由，甚至求之不得。没什么，你想在哪里对我进行治疗？这里还是更舒适的地方。好。好，一切都听医生的。不过这副眼镜，能麻烦医生一会儿等我睡着之后，帮我取下来吗？治疗才进行到一半，医生想到哪儿去？临阵脱逃，可不是好习惯。继续吧，不用担心我。这样注视着我，我可是会睡不着的。嘘。如果想触碰我，大可不必这样小心翼翼。感到害羞的时候，转移话题并不是一个好选择。我的建议是，禁止离开我，也禁止对我小心翼翼。陪我。如果你在担心再次把我吵醒的话，那更应该留下来。大胆一点，你刚刚做的事，并不会打扰到我。对我而言，这反而是最好的治疗。
原来你在这里。并不是，你在身边的时候，我确实很快睡着了，你的治疗是有效的。只不过你一离开，我就又醒了过来。看起来，你对我的影响真是越来越大了。你在看《路易波士之旅》？没关系，只是一本书而已。在我这里，你拥有最大的自由。怎么样？看完这本书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们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一起读过书了？想再听我讲个故事吗？这就是路易波士的旅行。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？或许，那是因为在书写后半部分的时候，作者的精神已经出现了异常。是，也不是。你好，莫医生，我是文珀。我想问问，你有没有从我男朋友的日记里看出什么？他为什么选择了自杀？其实琥珀这个词，是各取了我朋友和他爱人名字中的一个字组合成的。我的那位朋友出身于茶道世家，性格古板严谨，一向与意外无缘。但没想到，有一天，他却遇到了一见钟情的意外。而在这次意外之后，琥珀茶诞生了。是胡明，他是这本书的作者，也是琥珀茶的制作者。我也以为他会一直幸福下去，只是没想到这个幸福的故事，只是短暂的泡沫。一般来说，自杀者会提前释放信号，做出告别行为，这同时也是向外界的求救信号。但胡明的死却毫无征兆，即使是与他最为亲密的文珀，都没有发现他在自杀前有任何异常。因此，他特意留在床头的这本书，便成为了唯一的线索。
你看这里。没错，但从这段描述中来看，胡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妄想症状。这种症状在他和文珀相恋之后愈演愈烈，直到结局时到达了顶峰。但胡明性格古板严谨，一直认为自己的生活与意外无缘。这种在幻觉和失控中生活的状态，是他不能接受的。因此最后，在过度的失控感中，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。这就是我看完这本书后得出的结论。你知道失控的感觉吗？那是一种感情与行动通通无法自控的状态，就好像灵魂脱离了身体，寄居在另一个人的体内。自我的存在不断被感情消解，被消解而产生的感受却愈发强烈。这个彼此纠缠的过程，最终会导向的结局只有自我灭亡。你所期望的答案是什么样的呢？或者我再换个问法，如果有一天我遇到了和胡明一样的状况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？恐惧。仅凭语言解释或许难以说清楚，不如让我示范给你看好了。我是该夸奖你天真单纯，还是该为你的迟钝而感到可惜？这么不设防，如果我想对你做点什么，简直轻而易举。想做什么？很多，比如别再挣扎了，不然我可无法保证自己会做出什么。抱歉，吓到你了吧？抱歉，我……嗯。
我发现，我越来越难以控制对你的喜欢。我从未与别人建立像与你一样的亲密关系，也从未与别人进行过这样深的交流。我希望你可以从我这里获得最完美的情感体验，但完美本身就意味着设计与干预。而胡明让我看到了一种无可抵御的未来。再精准而强大的控制，在感情面前一样溃不成军。我越是在意，越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我的失控就会越严重。所以我感受到了恐惧。我担心有一天也会像胡明一样，当被这种失控操纵，我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。抱歉，我可能有些失态了。我想我还是先回卧室休息。什么？茶艺本就意境大于形式，在我心里，同样也没有人能复刻你的茶艺。好。这只是一种睡眠不足导致的身体的正常反应，我倒是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感觉。很温暖。另外，我刚刚喝了你泡的茶，我觉得味道并没有你形容的那么糟糕。明白什么？你你说这些是想……
那失控和我的恐惧呢？不，相反，我觉得它别有一番风味。但什么？是别有一番风味，对吗？即便最坏的结果是，我会做出先前那样糟糕的事情。那么，我想，我一定不会再迷失了。抱歉，今天让你担心了。大概是因为我最近工作比较忙吧，别担心，以后不会了。好。下次我也不会把它忘在那里了。早上好，起床了吗？看你的样子是刚刚睡醒。怎么今天到得这么早？放心，不是失眠。是因为我想快些见到你，所以醒了之后就直接出门了。早餐还没有吃。我不热，今天外面的气温挺舒适的。你似乎因为上次我失眠的事，最近都对我非常小心翼翼。不得不承认，被你牵挂的感觉很好，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对我少些忧虑。或许今后我也应该把生活中的一些小情绪更多的分享给你，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让你感到安心？怎么才算小情绪？比如，我喜欢听你的声音，听到你说话，我的心情就会很愉悦。比如，喝你泡的茶，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享受。又比如，今天特意这么早打电话给你，其实是因为我想看你刚起床的样子。不用整理发型，其实有些炸毛的模样也很可爱。好，我承认错误，不开玩笑了。还不够？那不知道你是否愿意把梳发的机会留给我，让我做出补偿呢？不会等太久的，我已经到你家楼下了，等我。